好，我是 Tim。在之前飞龙被送上岛之后，我打了一个赌，然后我赌输了。现在我也被送了上来，我们双方都需要生存100个小时。为了拍这种类型的节目，我们必须要开发一个全新的录制模式，所以有很多的机位，复杂的管理方式。所以这个视频，我们就一起来品鉴一下，把我送上岛需要几步。这就是我这个营地的名字。哦，不是，我错了。No， 有点不着了。完蛋了。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自己上岛直播这100个小时呢？当然，一方面是为了兑现所谓的承诺，那另一方面，这场直播其实就是剧多多的一次测试。那不仅是为了测试这样长时间观察类的直播内容形态能不能被你所接受，那另一方面就是这背后的技术方案到底能不能行，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从来没有经过实战，这是第一次。那从目前的结果看下来，还是有挺多朋友喜欢这场直播的，所以非常感谢你的支持，也有很多超出我们自己预期的呈现。即便这个预算这次让我们稍微有点爆炸，但不要紧，这一次豆包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它能根据你的情况给你推荐最合适的方案。像我在上岛前就问豆包在荒岛生存100小时都需要什么，他帮我整理出了这么多装备，甚至还能帮我比较不同平台的价格和功能，真的帮了我们不少的忙。那回到我们的直播，这一次直播的底色或者说最难的一点是没有交互。别的直播讲究的都是要互动，但是这次我们希望怎么样都不和人互动，这会导致我们过去的监看、拍摄、录音各种方案几乎是没有办法适用荒岛这个题材的，因为多多少少都需要摄影师或者人来操控它。以前的话，综艺里面你会看到，不想要干涉嘉宾，他们就可能会设置一个单面镜，然后让摄影师在后面操纵相机。有些室外的观察类综艺，摄影师会躲在各种隐蔽之处进行跟拍，但是这对我们来说都不是最好的技术方案。那有没有完全无人的解决方案呢？也是有的，那就是这种相机，我不知道你见过没有，它叫做 PTZ 相机。什么是 PTZ？ 只是听的名字很神奇 ，Pan, Tilt and Zoom。那简单来说就是可以遥控云台转动和镜头变焦的相机。所以这样，即便没有人在岛上，这么一台相机就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度去转向，并且还可以变焦，然后可以一个人来控制多台相机。那听起来是不是只要买了这个相机就可以完成我们整个拍摄方案了？只能说真的不完全是。一开始这个相机确实很让人兴奋，但是当你做一个系统工程的时候，你会发现单一的设备对这个影响真的太小了。相比我们正常的节目，一般录制然后剪辑再播出有很多纠错的空间，但是直播你也知道，就是没有什么纠错空间。首先我们遇到的挑战就是怎么把音视频信号给稳定的传输回来。当时我看到还有新闻报道说我们是假直播，其实是录播。但是我可以向你发誓，我们是真的直播。为了让我还有我的各种表情包能够高清无码的出现在你的屏幕上，这一次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不通过无线图传，而是直接在水里面拉了4根1公里的水下光缆和电缆，一端连着岛上的机柜，那另一端就连到了岸边的导播间。那正常我们要把视频的信号收回来，你仔细想一下，其实就像是插一个投影仪一样，每个相机都需要一根 HDMI 线连到另外一个东西上面。但是这是比较常规的做法，如果我们在岛上采用这样的路径的话，你会发现我需要从岛上牵出几十上百根线，而且要全部走水下才能够不会露出来，这几乎不可能。所以这次我们的方案是什么呢？就把这些 HDMI 线还有 SDI 线先全部都集中到岛上，这里有这么一个机柜，然后通过一个叫做光端机的东西，把这些信号变成光信号，就是光，然后这样只需要2根光缆就可以直接传回导播间。但是仔细一想，其实我们现在接进来的只是一个内部的网络，我们要开播的话，需要把这个信号给推出去，进入公网。那如果说我们前面做了很多事，但最后这个公网的网络卡了，我们的直播就彻底完蛋了。那你仔细一想，我们在一个岛的周围，这边也没有特别好的网络，所以怎么解决呢？我们当初想了很久，最后选择了一个方案，就是硬拉一根光缆回到20公里外的公司。但是你要知道，正常这么做的话是牢底坐穿的，你不能自己去拉这个光缆。所以这一次我们委托了中国电信来帮我们做这种事情，他们是有这种服务的，只要你能付钱，他就能帮你们拉光缆。那这套流程下来，你可以看到，虽然我们在拍摄的地点是岛上，但是制作的地方在1公里之外的导播间，而真正把信号推出去的地方，在我们10几公里、20公里外的公司。那要实现这些其实不容易，毕竟在岛上和我的人只有几个嘉宾，但是在镜头背后是这样的。
你看，光是信号传输和监看就有这么多人和设备，那毕竟这对大多数人来说，直播的门槛有点太高了。那你这时候会想问，如果我要做这种荒岛，有没有可能做更简单的解决方案？那当然也有，行业里面现在出现了一种叫做IP 化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各种信号全部都通过网络来传输和控制。听起来离你很遥远，那事实上你的身上就有一个最好的 IP 化设备，就是你的手机。很多你习以为常的网络操作其实就是 IP 化，比如你发个微信、看个视频、控制家里的智能家电，或者和别人视频通话，这些东西都是 IP 化。手机不用连任何专门的线或者设备，用网络就可以传输各种信号。那这次我们也测试了一下 IP 化来监看的方案，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只需要一个网络地址，不管我们是在公司还是在地球另一端，都可以实时的多机位的监看我在岛上做任何事情的画面。不过 IP 化在广播电视技术领域，其实目前说到底还是没有这么成熟的。为了直播的稳定，这一次比较遗憾，我们的视频信号其实还是用的比较传统的方式，只对音频信号和设备控制信号进行了所谓的 IP 化。也就是说，未来也许有可能，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把整个工作流都给搬上云端。这就意味着，如果说未来的话，我们就不用所有人在这么一个小别墅里面坐好几天，可以有美国的一个混音室帮我们进行音频的混音，然后同时另外一个重庆的一个切换中心帮我们进行视频的切换，距离将不再是限制，这就是 IP 化的魅力。那信号传输现在我们讲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听起来就非常简单了，对吧？我们搭建这些系统，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好的画质还有音质，这些东西听起来都有了。但是这一次，感觉我们应该比较擅长做好的事情，我们发现了好几个问题，而且非常非常难解决。我们遇到的是4个点：机位、预算、噪声，还有续航。我们前面提到过，想要完全没有摄影师，就要引入这个所谓的 PTZ 相机。但是毕竟行业里面很少有连续在户外直播100个小时的，那有没有这种能够防御一切天候暴雨的 PTZ 相机呢？行业里面还真的有，比如说这一台佳能的 CRX500，就是专门为户外拍摄设计的 PTZ 相机。那不仅能够拍摄 4K 60帧，还能防水、防尘、耐高温、自动识别、人脸对焦。同系列的 CRX300，甚至还有红外夜视，连晚上都考虑到了。这听起来真的是太完美的一台设备了。那它的缺点是什么呢？我想你应该能猜到，就是贵。一台那样的设备大概需要17万。那我们换算一下，我们这次岛上部署了25个机位，如果我们全部用这个 CRX500 相机的话，光是买摄影机，别的什么都不管，就要400万以上。这对我们来说有一点太超过了，只有大型的综艺能够这么搞。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既能省钱又能满足我们需求的方法呢？那我们问了一下豆包电脑版的超能模式，它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思路，就是监控。这听起来很离谱，但是其实真的，当时我们团队想了一下，发现还是有一些说法的。我们做了非常多的调研，在找资料的时候，豆包像一个全局的 AI 助手，遇到很多不懂的单词或者专业名词，只要划线就能够一键翻译并且提问。那在豆包的帮助之下，我们找到了海康威视的一款叫做监控球机的设备。那这个监控球机，我觉得是我们这次项目最大的发现，也可以分享给你。它能够转，能够变焦，它有 4K， 有红外夜视，能够自动调整曝光、防水防尘。而且更离谱的是什么？就是如果你们沾水了，镜头脏了怎么办？那你敢信这个玩意它有雨刮器？你见过哪个相机有雨刮器吗？但是它有，它是监控。那最关键的是，这么一个神奇的监控，只要几千块钱你就可以买到，而且非常非常的耐造。那这个性价比听起来已经飞天了。那这人肯定会说了，Tim， 你这个监控才几千块钱，如果说你花几万块钱买一个海康威视或者各个品牌的那种旗舰监控，那会有多离谱呢？那我们确实买了一台，在我们的导播间的上面有一个叫做炮塔机位，它的等效焦距换算过来大概是30到1500毫米，可以从这样拍到这样。那如果你需要的话，甚至可以用那个炮塔直接红外照亮1公里以外的所有东西，在晚上你也可以隔很远就拍到它。那这么好的东西要多少钱呢？我们查了一下，发现只要5-6万块钱。相比刚才那个设备，你会觉得中国制造真的太良心了，太有性价比了。于是我们就立刻买了7台监控球机和1台炮塔机，用在了我们的荒岛 1.0 的项目之上，就是那个视频版本。但是我们第一期荒岛的节目仔细一想，它是一个视频，它不是直播，所以是需要后期制作的。所以拍完导出素材之后，我们本来美美的想看我们监控的素材，然后我们仔细一看，立刻似乎就明白了为什么以前那些综艺老前辈没有用监控
因为我们发现监控它是一套完全独立的系统，素材都要通过海康威视自己的软件导出来，它每个机位都会随机分段，是随机的，所有的素材既没有声音，也没有时间码，更没有多机位同步的功能。那你可以想一下，在这种情况之下，会面临一个非常灾难的事情，我怎么把25个机位的素材全部对到一起呢？当时我们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好几个剪辑师还有数字影像工程师花了1个礼拜的时间去手动把所有的素材合起来，我们的后期流程因此变得非常爆炸，这是我做过最错误的一个决策。所以在交了一些学费之后，这次荒岛的直播我们又测试了第2套方案，我们咬牙采购了8台行业里面常用的这个 PTZ 相机，索尼 i8-7。那它贵吗？它真的还挺贵的，要65000块钱一台，但是帧率更稳定了，画质也更高了，但是它不防水了。所以我们又在想怎么能够解决防水呢？于是我们的产品部门连夜踩缝纫机，用我们的冲锋衣面料赶出了这样一个相机的羽翼。那看起来不错，但实际测试的时候发现它不太对，没有给相机留足够的空间来转动，所以我们只能够用现成的透明相机防雨罩在这次项目里面应用上去了。那比较好的就是，即便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山寨，但是整个直播下来没有任何一台相机坏掉。而在一些不需要用这种转动的机位的地方，我们这次预算真的不够了，所以我们绞尽脑汁想怎么样能够有个稳定的系统。最后我们发现马斯克的那个 SpaceX 他们火箭发射的时候用的一个相机叫做 Zcam， 它居然是国产的，这个机身本身非常耐造，功耗也很低，于是我们就误打误撞找到了一个刚刚好能把这个相机还有镜头还有散热的风扇给塞进去的一个防水装置。于是我们就这样自己锯开打孔安装，就这样 DIY 出了10几台所谓的户外相机。那这些都是在固定场景里面的机位，那看过直播的话，你一定会看到过这个我手持的移动机位，这对于整个场景的张力会很有帮助，用的非常多。那像这张传播很广的图就是这个相机拍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传播这么广。那这个方案上面是一个 Action 5 Pro 常规的运动相机，然后下面挂着的是它的图传还有电池，然后还有这么一个小的雨伞去给它挡雨。这看着吧非常不防雨，他们本来以为我会建造一个正经的防雨避难所，所以这个相机不会淋雨，但是事实上吧，我们的导播中心很显然高估了我，所以最终这个相机没坏掉，在我看来是一个比较大的奇迹。这个方案是可行的。那现在测试下来，我们这套拍摄方案其实整体看下来没有太大的问题，虽然有点激进和猴版，但确实是能用的。只不过除了一些我们拿在手上，还有远程的机位，还是有一些我们不得不挂在身上的设备。那这里也可以做个小的揭秘，因为我们也花了一些心思，比如这个，它是什么东西呢？那首先我要声明，这个绝对不是什么奇怪的东西，是我们3D 打印的一个球形的防风或者说防喷的这么一个外壳。你把它打开来以后，你会发现它有个特殊的结构，里面装了我们的一个麦克风的防风毛，然后防风毛里面包着我们的麦克风。这样的话，它能够最大程度避免衣服的摩擦声，还有风噪音，这样收到的人声真的非常干净。而且因为它是一个项链的形式，就算我在岛上上蹿下跳，把衣服扯了发疯，这个麦克风都能收到我干净的声音。但是唯一有一点不足的就是这个麦克风它并不是特别耐久，所以经常会有这个声音告诉我需要给麦克风换电池了。 Team 要换电了哦，然后需要自己到机柜这边来更换。那像我手持的机位也是，每次上岛要带的电池，我想给你看一下，就是如果说你要做真的无人拍摄，只是拍100个小时，就需要至少这些电池。这是我们目前没有办法规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要完全真实、完全无人干涉，那只能自己来换电池。按照我们的拍摄，一台运动相机100个小时持续录制，就是大概需要这些电池了。所以也就意味着，如果有一个生存节目，只有生存的画面，根本没有个设备箱给这个嘉宾，然后打着一个所谓的真实性，那我觉得你可能需要带一个问号来看这个节目。毕竟野外的电量消耗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那这次很多技术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那像这里这么多的方案，每一个都是我们经过大量的反复讨论之后找到的比较优秀的一个解法。那每次开会的时候，其实都有豆包电脑版来帮我们把这些开会的内容给智能整理出来，最后提供的会议纪要直接可用，几乎就不用修改。就连我们在白板上随手画的流程图、写的思路，拍张照片传给豆包，它也能够迅速识别内容，而且非常的精准，转换成一个清晰的表格或者思维导图，一键就行。而且它生成的文档有完整的协作能力，可以发给同事随时修改。那比如我们这次的声音组，他们设计音频方案就非常需要这样一个流程图，所以真的很有用。那像前面你看到的导播中心，你感觉声音也是那边处理的，对吧？
还挺酷的。但是其实不是的，我们在地下还有这样一个空间，有6、7个人在这里24小时轮班工作，这就是我们声音组的混音室，所有的声音都会回到这里，由他们来决定哪一路的声音音量多大，要不要加音效，还有音乐等等等等。那假如说我们选择最偷懒的方式，只用我的麦克风人声，那虽然听起来这个声音很干净，但是就是会让人觉得有点烦闷，非常的无趣。所以这一次我们也做了一些附加的处理，可以听一下2段声音，哪段会更舒服一点。这里在湖边真的很舒服哎，风一吹，可以坐一整天。这里在湖边真的很舒服哎，风一吹，可以坐一整天。那差别是不是还挺明显的？其实就是加了环境声，还有做了对应的 EQ， 去调整了它整个声音的质感。那为了有更好的听感，这次我们在岛上不同的位置一共架设了8个腔式麦克风，也就是强指向性的麦克风，这样它的收音范围会扩大到5米还有10米，而且我们能定向的收到某个区域里的声音，不会受到周边太多的杂音的干扰。总之，这个环境声对于塑造真实感和传递情绪，我们这次发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很多时候我不说话的时候，我其实在岛上有点担心直播间会不会无聊，但是后面发现这些环境的白噪音配上舒缓的音乐，反而会非常的治愈。刚刚开头你应该还记得我们放过那一段，可能你会觉得还挺酷的一个直播间的后台，但是现在你了解这些幕后，我想你应该不会觉得它更酷了，你只是知道他们是怎么运作的。这也是我们这个视频的目的，希望你能知道以后看一个直播间哦，这个是这个，这个是这个。直播间里面讲真的就是真人在协作，他们或许只用1分力，或许投入5分力就能去做完一件事情，把流程走完。但是讲真的，直播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需要人的热情的，只有当所有人带着热情凝聚在一起的时候，最终才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才是那种能够打动人的直播。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做一个视频，还是做一个事，还是做一个直播，热情真的是最重要的。那回到那个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剧多多这个频道到底是在做什么样的节目？我们真的是在模仿 MrBeast， 然后一条路走到黑吗？那讲真的，我必须得说，不受影响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确实是去看过了以后才知道 MrBeast 那边可以让一个自媒体团队做成这样，它非常体系化，而且有个非常高的高峰，也会让我们有干劲去继续往前走。但我可以说的是，不管是我们的叙事逻辑还是技术方案，真的还是挺不一样的。MrBeast 都没怎么做过直播，我们之后应该还是会做一些很有意思的挑战型的直播，也会有一些原创性的视频，可以给我们一些时间。反正底层我们在探索的就是用中国人熟悉的叙事方式，做出让全世界人都爱看的内容。或许有句话说是，就是一种有着中国风格的真实综艺，这是我们剧多多 Storm Crew 这个账号想要尝试的方向。所以我希望各位理解，我们不同的账号有不同的定位和运营逻辑，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目标。那感谢你的支持和陪伴，还有你的理解。最后也再次感谢豆包电脑版对我们这次全新形式节目的支持。那此外，豆包还有浏览器陪伴阅读、资料整理、AI 写作、AI 云盘等功能。如果你也做自媒体，相信会对你也有些帮助。哦，对了，豆包的超能模式现在也开放内测了，感兴趣的话，请一定要去抓紧体验一下。那如果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也请务必给我们点赞、推3连转发，这么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